我以为闪开，他就杀他屁股。我会闪开。哎，白痴啊！现在没有。超恶，你超烂的，你慢慢。等一下，我没注意到。有啦。Hello，嗨，今天我要来台北做一件事情，要干嘛？是一件大事，也不是大事啊，就是我要来看牙医，就是想要改善自己笑龈的部分，就是笑的时候会露出牙龈。哦，你笑给大家看，我就觉得根本看不到、对啊，我们这都觉得还好。就大笑的时候会，所以我自己会有点在意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想说到底要如何改善，刚好就找到一间牙医诊所，我觉得还不错的。那这很危险吗？危险度可能，你要干嘛？你要保险？没有，是啊，所以你这样子有结束之后需要休息很久吗？我上次听医师讲说，可能需要1周的恢复期。哦，那很快啊。应该是蛮快啊。我是不是说，马上可以吃饭？他说可以吃饭。好吧，看你做完手术会长怎样？我来看，我不很痛啊。那你先笑给大家看，你先笑给大家看。看不到啊，看不到吗？那你大笑一下。好丑。你对着镜头也被我看到。好丑哦。我们现在欢迎到邱文强院长。Hello， 大家好，我是邱文强医师。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医师，就是关于这个手术的部分。那笑龈的话，有怎样的成因会有笑龈？笑龈通常，比如说上颚比较暴一点的，里头过度增生，就是容易有笑龈的问题。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笑龈通常是天生的，如果要改善的话，有几个方式可以改善。一个就是正颌手术搭配矫正，然后这个相对它耗时比较长，所针对这个疼痛比较大一点，然后费用也比较高一点。再来就是可以做牙冠增长术，它是把牙龈稍微去掉一点，让牙齿比例多一点，在笑的时候露出来也会牙龈少一点。另外就是您今天比较有兴趣，上口音的，就是把嘴唇稍微带下来一点，大概是这几个方式。所以可能要是经过医师评估之后，然后看看说你适合怎么样的术式或者怎样的方式来做处理。对，它每一种方法有它的适应症。那如果是像是牙龈跟牙齿的比例的话，大概是怎么样比例是笑起来会比较好看？像我们一般如果笑龈的部分露出来大概2到4毫米都是正常的，那如果超过的话，我们就会觉得是多了一点点。这个没有一定怎样比较好看，就是比较主观一点，就是还依据每个人的喜好、脸跟比例还有喜好去做处理。对，那医生觉得他这样是露出来多少？他这个不到2厘米，你可以写，它超过2厘米。2厘米，你笑最大。但下次要到大笑。对，要大笑，要大笑比较准确。我不会，我突然有啦，上次你刚开始就比较明显一点。对，其实它在 borderline 左右了，它可能我刚刚看极限大概4毫米。那像这个手术大概进行多长的时间？一般来说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快，麻醉加上术式这样半小时。那复原时间抓1到2周，1到2周。第1周会比较重一点。那有一些患者他可能血管通透性比较好，他体质的关系比较容易会肿胀。不过那个都是暂时的，就是1到2周这样，通常都会消退。看起来非常恐怖，大家害怕看牙医吗？今天我们在谈论什么？关于容貌焦虑的问题。因为好像有人问我们这个问题，他问什么？他问可能就是他另外一半长得很好看，可是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那么好看，他自己就有一种低于人下，然后有点不对等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他自己心里感觉，他可能他另外一半没有这么想，一定是这样啊。对，所以有一种自卑感。对，就会有自卑感。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媒体上面形塑出来的形象，都让我们会更焦虑。就每个都很好看，身材很好，皮肤超好。但其实他们私底下本人也不是那么好看，都是被修图有调整过。对，没错。所以你们小时候会有容貌焦虑的问题，或者遇过容貌焦虑的问题？我觉得青少年时期超容易遇到的。你有？我觉得必经的吧，每个人一定都会啊。但我觉得比长这件事情永远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你还是得喜欢自己的样子。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的话，那就去改变就对了。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丑，然后长大之后也会觉得哦，好像哪个男明星或者哪个路人长得很好看，然后自己好像就还好而已。可是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去跟别人比较你长相到底怎么样，因为你只要喜欢自己，然后发现有人喜欢你的话，那
别人长得多好看也不是你的事啊，除非你去跟他交往，这样子。我自己比较容貌焦虑的时期，好像高中的时候，因为高中的时候，我身高就是跟现在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说自己好像不会再长高，所以我觉得对于身高也是一种容貌，我觉得很自卑。就外在的嘛，对，容貌就是外在的，大家看到你的样子。对，其实都会去跟那种高的人比啦，尤其我们又是读那种表演相关的科系，所以里面男生基本上都长很高，那就会觉得说自己跟别人比不上。那你怎么调整你的心态？其实我那时候也是去发现到说别人喜欢我的特点在哪里，但当这些人去喜欢或者是也去欣赏说其他高的人的时候，我就说啊，自己好像又更自卑了。我后来怎么去调试，好像是更知道，就是更认识到自己，好像就是不是在高的这一点赢了别人，好像是更喜欢自己真诚啊、正确的自己，然后是跟别人相处是很舒服那种自然。所以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啊，透过别人看到自己的优点，或者自己发现也可以。你要知道自己是一定有哪些地方是比别人好，那要去别去看那些缺点，而去看自己的优点，去喜欢自己。这点真的蛮重要。那我好像也觉得说有分两个，感觉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自己单身的时候，好像就是真的需要透过朋友的喜欢你来让自己有安全感，对自己的容貌不会到这么焦虑。但是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话，另外一半的欣赏你跟另外一半喜欢你的一些特点，就会让自己觉得说好像我的容貌已经有另外一半认可，对的认可，然后有被我的伴侣喜欢，所以就不会觉得说自己是不被欣赏或是有什么焦虑的感觉。那 baby， 你有过容貌焦虑吗？我觉得我好像从小到大都蛮焦虑的，尤其是高中阶段，因为我觉得我高中并不是一个会打扮，然后那时候又因为可能青春期的关系会长痘痘啊，然后可能会出油量变大之类的，就是你的外在不会变得很好看。你可能国中的时候你就觉得还不错，可是高中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突然一夕之间改变，然后又有课业压力什么，你就不会想要特别去打扮自己。所以那时候就是开始会慢慢焦虑，就想说啊怎么办？那以后我会怎么样？就是有时候还会遇到那种交往，然后你就会开始萌生一些幻想说，那我可以跟别人交往的时候，那别人怎么看待我啊什么之类这些事情，就会变成自己开始给自己焦虑。可是我觉得我后来的容貌焦虑会减轻的原因是建立在说，真的是你刚刚说的另外一半，因为另外一半会给你一个认可，讲说我都愿意跟你在一起，那代表说我一定欣赏你某个点，可能也是不只是容貌，有时候你会发觉说，可能容貌也不是真正重要，是那个人跟你相处的感觉，还有你整个人的特质散发出来的特质最重要。所以很多人会批评说，啊怎么奇怪，怎么一个可能很漂亮的人，然后跟一个很丑的人在一起？可是我觉得他忽略的是，他没有看到那个人，他真正喜欢他的特质是什么。搞到那个外貌没有那么好看的人，他的特质是非常非常吸引人，可能他饱读诗书，可能他谈吐是很有风度，我觉得这都很难说。而且我发觉，尤其是亚洲人更容易有容貌焦虑，因为我觉得亚洲人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可能对于自己的自信心是不足的。那你就想到说，就像有些欧美人，他们其实长得不是特别出众，可是他们可以散发出来的那个自信，是你完全无法去模仿，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气质。你有时候会发现一些欧美的剧里面，他们其实长得没有很特别，可是他散发出来的气质就觉得哇，这个人好有魅力，很吸引人，那就是来自于他自己的自信跟气质。而且我觉得外国有个好处是，他们的电影或影集里面，他现在开始可能讲求一些政治正确，他找的都不是一些典型你觉得很好看的人，他有更多元的选择形式去做这件事情，包含身材啊、长相、身高、种族那些都是。我觉得回过来就是要找到自己的自信吧。对啊。但如果是真的觉得说对自己的容貌会没有自信的话，比如说我之前就觉得说我自己龅牙，牙齿不整齐，所以我就觉得那会带给我没有自信。但是那个是可调整的，所以我就戴了牙套。然后我也发现到说我自己对牙齿就是会比较注重，所以这也更认识到我自己啊。好像我们三个都蛮注重牙齿。牙齿要整齐干净，这个牙齿牵涉到的东西太多了。你如果牙齿是乱的话，你嘴巴会臭，然后看起来也不好看。你如果整齐的话，这个轮廓也是好看的。这牙齿整齐的好处多很多，是真的。不只是好看的问题，还包含了卫生的问题，所以这一定是男友的第一条件。
那你们现在满意另外一半的容貌吗？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个清单吧，就里面会写说，可能双眼皮啊，然双眼后鼻皮，然后一定要笑起来要有酒窝。对，这很像是去拜什么月老，然后你要写的清单什么身高180，就是求神问卜的时候，你会想说，我就是要这个清单。可是我发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我们通常列一大堆，越求越拿不到，可是真正拿到的对象好像都不是，完全不是你写的那些。应该不是吧？不一定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是列完清单，你更知道说这个人会长什么样子。当他今天在你生活中出现的时候，他就是我清单上面那一个人，你就更知道说你要的是什么。但也有是反过来的那一种，像我就觉得说，我以前我希望我另外一半是个180很高的那一种，可是我后来发现到说跟这种人相处在一起，我自己好有压力。因为要清单很难嘛。因为我觉得越完美的人，通常他可能对我自己要求也很高。可是在这个底下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也不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时候，你的压力就会变很大。所以反而是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好像在一起的人都并不是那种超级大帅哥。现在是我这是称赞吗？就是以前啦，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遇到你两个超级帅的，是我人生遇过最帅的另外一半。这为了补前面那句话吗？对，他在弥补我们。你真的很帅吗？我也觉得你们很帅。所以帅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小焦虑，是我自己给自己希望说我自己可以更好的焦虑，并不是觉得你们不满意的焦虑。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为什么会有这个焦虑？因为我希望我可以跟另外一半一样好。都配不上的感觉。对，可是我的配不上，也不是说真的我觉得配不上，因为我觉得我在很多方面很好，可是我可能在容貌上想要再提升一点点。我们自己都有不同的改善自己对于容貌的状态的方法。我以前的话，我也是矫正牙齿的。他有矫正牙齿。我们3个都有矫正牙齿。因为我觉得矫正牙齿是蛮重要的，可是我到很晚才矫正，你们应该比较早吧？可能高中，我到前2年才矫正完。我国中的时候你在美国做的？没有，这个我想小6就矫正，小6然后到国2、国1、国2。小6为什么想要矫正？因为那时候就很乱啊，我妈不知道怎么就带我去矫正。你是很乱，你那时候很乱，好像有一点乱。对啊，反正就是在小时候，就我们3个都有矫正。我以前比较像是单眼皮。你现在内双啊？对，我就不知道它变内双。我以前就会很3八去贴那个双眼皮，然后你真的很爱美，你是一个很爱美的人。我就想说双眼皮会比较好看，然后我就因为我妹有买，然后我就想说，我拿来试试看，然后贴之后发现说双眼皮比较好看，所以你会贴？重点是我没有割双眼皮，可是我贴一贴它就变双眼皮。我是一个神奇的案例。很多人这样在我有朋友真的是那种长针眼，长完退了药之后，然后突然变双眼皮，一辈子就双眼皮。对。但我如果真的说真的要说有没有做什么改变，我还有割过眼袋。都有割过眼袋？你不知道？我以前有双层眼袋，是那种是真的一层眼袋之后下面再一层，会很老实。即使我昨天可能8、9点很早就睡，隔天大家看到我说，你昨天晚睡了，我就等，对啊，因为太多人问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困扰。然后我真的觉得做完之后好值得哦。对，我还没动过什么特别的手术。我最近是动了那个牙齿的人中定位术。对，看不出来了。他之前其实一直在讲说，因为我觉得我笑有笑影，笑影就是笑的时候会露出牙龈。但我们其实都觉得说根本就看不出来。对，真的，你们觉得看不出来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好烦哦，我想要改善这方面。大家知道笑影什么？就是笑的时候会露出牙龈，这样子这一块。应该说微笑是不会，可是大笑会。大笑一次。他现在不太会，就是改善了。那你觉得这样做完你满意吗？我蛮满意的，可以啊，我觉得还不错。我好像最没自信的地方就是嘴巴的部分，牙齿啊、嘴唇啊，然后笑影啊，类似这种。我是觉得都很好看啊，他就觉得他嘴唇不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哎呦，你谢谢你给我们信心嘛。你们2个都很棒，因为你们我就不懂他为什么不喜欢。对啊。可是最重要的还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感觉，因为如果他无法从别人身上获得自信，然后想要改变自己的话，那就去做就对了。因为如果你不喜欢，就是做你想要的调整，你要做医美，你也需要整形，你要去割双眼皮，你要去矫正牙齿，那些都是 OK 的。因为
只要有办法让你喜欢自己的方法，你都可以自己去做，不用管试看看。对，不用管别人的眼光怎么想，因为别人只会批评你长得不好看，可别人不会批评你长得太好看。对，所以喜欢做什么，想让自己变得更好看，那就直接去做。而且我觉得很现实，是社会中它就是比较社会科学研究，就是比较好看的人的确是会有比较多机会，这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倒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你身体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然后会不会有这个焦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就像我双眼皮，或者是你的眼袋，或者是你的压抑，这些都是可以分享的故事。你对什么地方不满意？那你做了什么调整？做了什么研究？我们蛮好奇有哪些故事。对，找到方法去喜欢自己，获得一点自信。然后自信获得方法很多种，可以来自于自己，也可以透过改变自己来，也可以透过朋友或者身边的人的赞美。我也想了解说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解决掉这种焦虑？对，跟我分享一下。那就这样子啦，拜拜，大家拜拜。今天我们来拆线，把线拆掉。等一下很痛。我在笑起来应该就不会漏太多吧？我觉得是因为你现在没办法笑得太大。你还有伤口？没有，不是，没有。他是说这个术式就是主要就是要限制你笑的幅度，它不可能到那么大。所以我现在做完之后，这边就有点紧紧。因为我现在是2周，可如果经过1个月之后，它才会完全消肿。就是完全消肿。我就要到时候看彩他现在长得很奇怪，他觉得我这样很奇怪，就脸变好吧？就肿肿的感觉，比较不自然一点，只是等要等消肿一点，要修复了。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喽。希望大家不要再有容貌焦虑了，做完之后就没有容貌焦虑了。白痴，喜欢自己怎么样，你就让自己变怎么样。对，不用管别人怎么想，你自己开心就好，变成更好的自己，就这样。拜拜。